竞技游戏。校庆结束的午后，校园逐渐变得寂静。阿凯和他的3位好友阿华、小丽、小米留在教室里。他们4个人是班上的灵异探险队，经常谈论各种鬼怪传说。这天下午，他们没有急着回家，而是计划试一试阿凯前几天在杂货店里买到的钱仙纸。阿凯把纸摊开在桌上，大家围坐在桌边。阿华负责点蜡烛，小丽和小米则兴奋地看着桌上的钱仙纸，想象着即将到来的神秘体验。阿凯嘴角带着一抹神秘的笑容，说道：“我们问问钱仙，看看他能告诉我们什么。”仪式开始了。阿凯首先在纸上轻轻放上1枚硬币，大家都将手指轻轻搭在硬币上。教室里的空气变得凝重，蜡烛的火焰微微颤抖着，映照着他们紧张的表情。随着阿凯低声念出召唤的词语，时间似乎变得缓慢，静谧的教室里只剩下蜡烛的燃烧声。“你在吗？”阿凯小心翼翼地问道。硬币在纸上缓缓移动，最后停在了是的位置。4人互相对望，心跳加速。他们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，这一刻的神秘感让他们兴奋与害怕交织。“你是谁？”阿华接着问，语气里带着一丝颤抖。硬币再次移动，慢慢地拼出几个字母：小梅。这个名字让4个人皱起眉头，因为他们都不认识这样一个人。“小梅，你怎么了？”这次是小丽问道，她的声音有些紧张。硬币剧烈地颤动起来，似乎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控制着。他拼出了2个字：不幸。一股莫名的寒意瞬间在他们之间蔓延。阿凯吞了口水，想继续问下去，但此时小米的手已经开始发抖。他低声说道：“这太真实了吧，我觉得我们该停下来了。”正当他们犹豫的时候，硬币再一次动了起来，拼出了让人毛骨悚然的话语：“我死了，我想找人陪。”这话让4个人瞬间陷入极度的恐惧中。小丽尖叫着站了起来，硬币从纸上飞落到地上，蜡烛也随着这惊恐的动作熄灭了。整间教室陷入了一片黑暗与慌乱之中，只有几人急促的喘息声在寂静中回响。“快走！”阿凯大喊，所有人立刻冲出教室，跑向走廊，心跳仿佛快要从胸口跳出来。他们一路狂奔，直到跑到校门口，才敢停下来。每个人的脸色苍白，心里满是惊恐。当他们冷静下来后，开始互相质问：“那是什么？我们到底碰到了什么东西？”接下来的几天，4个人每晚都睡不好。阿凯常常在半夜醒来，总觉得有人在黑暗中注视着自己。小丽更是连续几天梦见一个女孩，穿着白衣，站在他们当时进行仪式的桌边，一言不发地看着她。这样的情况让他们无法再忽视这件事情。阿凯联系了班上一位常去庙里拜拜的同学，希望能找到解决方法。经过查询，这位同学告诉他们，钱仙游戏的确有可能召唤到游魂，这些灵魂通常都是有求而不得的人，或者死得不安稳的亡者。如果不安抚，这些灵体可能会纠缠不休。他们4人决定再一次聚在一起，尝试解决这件事。他们重新回到了那间教室，这次带着新成的贡品。阿凯再一次摆出钱仙纸，这次硬币只轻轻转动了几下，就停了下来。“你要什么？”阿凯小心地问。硬币缓缓移动，拼出了一个词：家。原来这个叫小梅的灵魂，生前因为一场意外去世，而她的家人未能妥善为她安葬。她一直徘徊在这里，想找到一个可以与她对话的人，希望有人能帮助她回到她应该去的地方。在了解到真相后，阿凯和他的朋友们帮助小梅联系了她的家人，请他们到庙里为她举行了简单的法事，让她的灵魂得以安息。从那天起，教室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奇怪的现象。而阿凯和他的朋友们经过这次经历后，对于灵异事件变得更加敬畏，也学会了不再随意触碰这些神秘的东西。他们知道，有些事情
远不只是游戏那么简单。